林向南，最后问你一次，景区账号、公司章、收款码，你交不交？不交。你姓林，清溪村是林家的村，游客来的是林氏古寨，钱就该进宗族账。修路的时候，你说我败家；贷款的时候，你说我疯了；拍视频的时候，你说我丢人。现在游客来了，你想起来我姓林了。少废话！没有祖宗留下的老屋老街，你拿什么做景区？没有我掏钱修桥修路，这些老屋就是危房；没有我签合同做账号拉游客，清溪村还是没人来的破村子。哼，年轻人有点本事就望祖宗。向南，别硬顶了，咱们一家还在族谱上，别闹到这一步。大伯，你现在劝也晚了，他眼里哪还有你，哪还有祖宗？爸，他们今天要的不是脸面，他们要的是我3年砸进去的钱和以后景区的收益。林向南这一支不敬宗族，不听族令，从今日起从族谱划掉。族长不能啊！现在你们不是林家人了，景区也该交回宗族。好，你们替我出宗族，我认。但从今天起，清溪景区停止接待，账号、商标、合同、游客线路全部暂停。你们不要我可以，但别用我的东西赚钱。你敢停业？敢！我倒要看看，没了我，你们拿什么接游客？林向南在城里做了7年文旅运营，见过网红古镇，也见过烂尾景区。他回清溪村不是为了养老，是想把这个快被人遗忘的破村子救回来。向南，你真辞职了？辞了。我想把清溪村做成景区。景区？就咱这破地方？游客来了看啥？看墙塌还是看猪圈？你在城里混不下去了吧？回来就回来，别拿景区骗自己。哼，清溪村连狗都留不住，还留游客。村子破不代表没价值，老街、祠堂、石桥、梯田、山谷都能做内容。只要修好基础设施，再把线路做出来，游客会来。你有钱修路吗？有钱修桥吗？有钱给村民改民宿吗？我有15万积蓄，不够的我贷款。贷款？向南，咱家可经不起折腾啊！爸，清溪村再不动就真的死了。他还真敢说。修吧，我看他能修几天。停！谁让你动这座桥的？这是林家祖上留下的东西，你说修就修。这是村委施工备案，这是危桥检测报告。这座桥再不修，游客没来，村里人先掉下去。少拿纸吓人！你修桥是不是想把桥写你名下？我出钱修，不写我名。但你要是再懒，桥塌了你负责。15万啊，都是你一点点攒的。钱没了还能赚，村子没了就真回不来了。修吧，等你赔光了，我看你怎么哭。陈叔，我想拍你修木雕，村里这些老手艺不能就这么断了。我这破手艺，年轻人谁看？有人看，城里人看腻了新东西，反而想看真的老东西。那你拍吧，反正我这门也没几个人来了。清溪村不是没有东西，它只是太久没人整理，太久没人讲给外人听。破墙是破，可破墙后面有故事；老屋是旧，可旧屋里有几代人的生活。别熬太晚，
你白天修桥，晚上还弄这个，身体吃不消。爸，第一条视频很重要，不能只拍风景，要让人知道这个村子快没了，也值得被救回来。我不懂这些，我只怕你赔了钱，还被村里人笑。他们现在笑我，是因为村子还没赚钱，等村子赚钱了，他们就不会笑了。那他们会帮你？不一定，也可能来抢。所以合同、商标、账号我都得提前做好。情分可以讲，规矩不能丢。这破村子真有人看。向南的视频火了，有人问能不能来玩，还有人问有没有民宿。谁家老屋愿意先试，我出方案，修缮费我先垫一半，营业后按合同分账。我家是，反正屋子空着也是落灰。三婶儿，你还真信他？万一游客不来，你屋子白折腾。我家屋顶漏了3年，组里没人管，向南愿意修，我就信他一回。三婶，合同写清楚，修缮费用分账比例，谁负责接待，都明明白白。以后赚钱，谁也别靠嘴抢。这小子连分账都写好了，他是真想把景区做起来。就是这儿。视频里那个老石桥在哪儿？这村子还真挺原生态。大家好，我是林向南。今天的线路是老石桥、清溪老街、木雕体验和三婶的农家饭。村子还在改造，有问题直接找我，我负责到底。视频里看着挺真，别像有些景区来了全是卖东西的。放心，今天不强卖，体验不好我退钱。哼，还退钱？真把自己当老板了？这鸡汤真香，比城里农家乐好吃多了。厕所在哪儿？这也太脏了吧！你们接待游客，厕所都不收拾。我早说了，没这个本事就别揽活，人家大老远来了，连厕所都用不了。向南，这可咋办？今天所有游客每人退1半费用，午饭免费。厕所问题是我的责任，我今晚就找人改。真退？真退。你们愿意给差评，我认，但请写清楚问题在哪儿，我改。你这个态度还行，那我们再看看后面项目。向南，今天钱都退了，你不是亏大了？今天亏钱没事儿，口碑不能亏。游客第一次来，骂的是我，但要是我不改，他们下次骂的就是清溪村。你是真想把这村子做好，不然我回来干什么？今天清溪村厕所翻车，但老板当场退钱，晚上连夜整改。这种愿意认错的景区，我愿意再来一次。向南，又火了。还真让他做起来了。三婶家一晚上能赚800，这钱不能只让他们分。这院子真有感觉，比城里那些甲骨镇舒服多了。老板娘，今晚还能住吗？有，屋子刚收拾出来，床单都是新的。三婶，入住信息要登记，身份证、房费、押金都记清楚，以后分账按这个算。听你的。我以前卖鸡蛋，一天赚几十块都高兴。昨晚一间房800，我一夜都没睡踏实。一晚上800，我家老屋也空着啊！早知道我也让向南跟我修了。三婶儿，别高兴太早，这游客是冲林氏古寨来的，你这钱按理说也该给宗族交一份。啥意思？
我家房子我自己收拾，凭啥给宗族交钱？哼，你房子在林家村，游客走的是林家的路，看的是林家的老街，你不能只顾自己赚钱，不管宗族。耀祖说的也有道理。大家都姓林，总不能谁抢先改房子，钱就归谁吧？向南，这钱我该给吗？三婶不用给。这间民宿，我和三婶签了合同，房子是三婶的，修缮款我垫了一半，平台订单我接，接待她负责。钱怎么分，合同上写的清清楚楚。宗族没出1分钱，凭什么收钱？哼！你少拿合同吓唬人，在清溪村，族里的规矩比你那张纸管用。那你先拿族里的钱去把公厕、路灯、停车场修了，只想收钱不想花钱，这不叫规矩，这叫占便宜。叔公，林湘南开始分钱了，再不管，景区以后就成他的了。停车20，先交钱。网上不是说免费停车吗？以前免费，现在游客多了，村里要管理，不交也行，车停外面路边去，刮了蹭了没人管。耀祖，这钱归谁呀？当然归村里，我先替大家收着。停车费谁让你收的？我帮村里管理停车，收点钱怎么了？停车场还没备案，收费公示没有，票据没有，责任人没有，出了事谁负责？少拿你城里那套吓唬我！这地是林家的地，我想收就收。我刚交了20，你们到底是不是正规景区？要是乱收费，我们现在就发差评。对不起，这钱不是景区收的，我现在退给你们。今天所有自驾游客，每辆车补一份清溪茶点。啊？你退？我退。景区口碑不能被一张破桌子砸了。耀祖这事儿做的不地道啊！人家网上说免费，他临时收钱，不是坑人吗？我这也是为村里赚钱。你要真为村里，钱就该进公开账户，不是进你个人收款码。别挡！你不是说为村里收的吗？那就让大家看看，钱到底进了谁口袋。停车费视频传出去了，游客都在骂清溪村乱收费，你还嫌不够丢人？叔公，我也是为了宗族啊！林湘南现在把钱都攥自己手里，三婶民宿赚钱他分，老匠人木雕赚钱他分，游客买红薯干他也要抽服务费。再这么下去，大家都只认他不认宗族了。耀祖说的不算全错，景区叫林氏古寨，外人都以为是林家的，钱不能只让向南一个人说了算。那你想怎么办？成立宗族景区理事会，让林向南把账号、收款码、民宿合同都交出来，以后他可以继续干活，但钱必须先进宗族账。这话有道理，他年轻有本事，可以让他管运营，但钱不能让他一个人拿着。他要是不交呢？那就说他不敬宗族，在祠堂开大会，让全村人看着。他林向南再能干，也不能当着祖宗牌位说自己不姓林吧。通知各房，明天晚上祠堂开会。向南，族里明晚要开会。你叔公年纪大，族里人都听他的，你明天说话软一点，别把事情闹僵。爸，您觉得他们是真想管景区，还是想分钱？修路时，他们没开会；厕所翻车时，他们没开会；游客投诉时，他们没开会。现在民宿赚钱了，他们开会了。我知道，
可咱们这一支在组里一直说不上话，你爷爷那会儿就这样，能忍就忍吧。爸，忍了一辈子，咱们得到了什么？这次我不能忍。他们真想抢，就让他们拿票据出来。林向南，签了吧，账号交出来，公司章交出来，景区收款码交出来，以后景区由宗族管，你继续负责接待游客，宗族不会亏待你。向南，先听听他们怎么说。我不签。你看都没看完。第一条写了所有收益进宗族账户，第二条写了南山文旅无条件移交账号，第三条写了之前投入算个人自愿不进成本。这不是合作协议，这是让我净身出户。之前投入不算成本，那向南修路的钱怎么办？他修路是为了林氏股债，既然用了祖宗的资源，就不能只算自己的账。那我问你，桥是我修的，钱谁出的？厕所是我改，厕所是我垫钱修的，合同谁？你少拿钱说事。没有林家的老街，你能拍视频；没有林家的祠堂，你能引游客。你赚的是祖宗的钱。祖宗没收过我一分钱，收钱的是你们。林向南，你说话注意点儿。叔公，我一直很注意，所以我所有合同都写清楚，所有付款都有发票，所有分账都有记录。你们要分钱，可以，先把修路、修桥、改民宿、推广的钱按比例还给我。你这是拿钱压宗族！不是我拿钱压宗族，是你们拿宗族抢钱。你今天就是不交，不交，那明天请全族人来祠堂，当着祖宗的面把这事儿说清楚。林向南，你最好想清楚，明天你不交，就不是交账号这么简单了。我想得很清楚，谁想拿我当冤大头，明天拿证据说话。明天我让你连族谱都待不下去。向南，今天他们人多，你别硬扛，该说合同说合同，别被他们绕到祖宗规矩里去。三婶，我知道，今天他们要的是账号，不是讲理。哟，林老板来了，怎么还带帮手啊？这是林家的祠堂，外姓人就别往里凑了吧。我是来作证的，老街木雕项目是向南花钱请我做的，跟你们宗族没关系。耀祖，你少拿规矩吓人。我家屋顶漏雨3年，族里没给我一片瓦，向南给我修好了，你们现在说是宗族的，你们脸咋这么大？行，等会儿进了祠堂，看叔公怎么说。林向南，昨天的话我再说一遍，景区是清溪村的，也是林氏宗族的，你一个人管账号、管收款、管合同不合适。叔公，景区可以是清溪村的，但账号是南山文娱注册的，商标是我申请，民宿合同是我和美户签的，贷款也是我个人背的。你们要管理，可以先把责任也接过去。责任？你少说这些吓唬人！现在景区赚钱了，钱就不能让你一个人说了算。那我问你，景区现在赚了多少钱？修路花了多少？厕所改造花了多少？30家民宿垫了多少？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，你就该把账交出来。账可以公开给合作户看，但不是交给你。你连停车费都敢进自己收款码，我凭什么相信你管景区钱？你别拿停车费说事儿，我那是为了村里。为了村里，你倒是把钱拿出来呀！够了，今天不是让你来吵架的，今天是让你表态。账号、公司章、收款码、合同底本，你交不交？不交。好，那就按族规办。叔公，他不认宗族，宗族也不用认他。叔公，别动族谱，向南年轻，说话冲，我替他赔不是。爸，您不用低头，我们没偷没抢，凭什么赔不是？大伯，你看看你儿子赚了点钱，连族长都不放眼里，这种人留在族谱上，丢的是林家的脸。我丢脸？我修桥的时候你们在哪儿？游客投诉的时候你们在哪儿？村里第1单退款是我退的，第1个厕所是我连夜改的，第1条热视频是我拍的。你们现在坐在祠堂里说我丢脸？你做这些是因为你也姓林，没有祖宗留下来的村子你做不成景区。我认祖宗，
但我不认你们拿祖宗当刀。祖宗留下的是村子，不是让你们抢别人东西的借口。反了，真是反了！林大海、林向南这一支不敬宗族，不听族令，从今天起，从林氏族谱划掉。我爹、我爷爷都在这本族谱上啊！爸，名字被他们划了，但我们的骨头不是他们给的。林向南，现在你不是林家人了，林氏股债的项目你也没资格管了，把账号交出来。好，你们踢我出宗族，我认。但从现在开始，清溪景区停止接待，所有线上门票暂停，所有游客线路暂停，南山文旅旗下的商标、账号、合同、预订平台全部关闭。你敢，林向南，你别后悔！后悔的会是谁？明天游客来了就知道。平台怎么显示暂停接待？我们昨天订了林氏古寨深度游，导游呢？我就是接待，林氏古寨还是照常营业，跟我走就行。林向南呢？我们是看他视频来的，订单客服也是他团队回的。林向南已经不管景区了，现在景区归宗族理事会管，我负责。你有导游证吗？线路备案呢？保险呢？你们是来旅游的，问这么多干什么？反正村子就在这儿，还能跑了？我们花钱买的是服务，不是来给你练手的。那我们要退款。平台都暂停了，你们还私下接待，这靠谱吗？退什么退？来都来了，先进去玩。我录着呢，你们没有平台订单，没有保险，还想强行接待？你们这个线路到底先去哪儿？我买的木雕体验呢？民宿客服说没有我们的订单。急什么？村子就这么大，随便逛不一样吗？不一样，我们买的是2小时深度讲解和体验，你现在连厕所在哪儿都说不清。耀祖，这些客人怎么回事？他们没从向南平台下单，我这边没有房间安排。三婶，你先让他们住，钱回头我给你算。你给我算！上次停车费你还没算清呢。我家民宿是跟向南签合同的，不是跟你签的，没正规订单，我不接。所以你们内部都没说清楚。算了，我们走吧。这不是原来视频里那个清溪村了。哎，别走啊！你们不是要看老村子吗？我们要看的是有人认真做起来的清溪村，不是一群抢生意的人乱接客。原来的负责人不在了，现在接待的人什么都不懂，没保险、没订单、没流程，大家慎去。耀祖，我家老吴刚收拾出来，今天3个订单全取消了。我红薯干都晒好了，没人买了。昨晚说好的旅行团刚刚也退了。你们急什么？林向南就是故意搞我们。等我把账号拿回来，游客自然会回来。你拿什么拿？账号是向南公司的，商标是向南注册的，游客也是他引来的。你昨天还说离了他照样赚钱，今天咋就慌了？三婶儿，你别忘了你也姓林。我姓林也不代表我傻，我家房子谁修的我心里清楚。我今年赚的钱是靠向南给我改民宿，不是靠你在祠堂拍桌子。是啊，向南在的时候，游客都夸咱们。他一停，咱们连订单都看不懂。是不是做的太绝了？都闭嘴！一个林向南就把你们吓成这样。清溪村是祖宗留下的，他不接，我们自己接。叔公，祖宗留下的是村子，不是运营团队，游客不是冲族谱来的。新线路备案我看过了，土地、步道、接待点、保险都没问题。不过你确定不再用林氏古寨这个名字？他们把我踢出宗族，那我就不用宗族名义。清溪山谷是清溪村的山谷，不是某个族长的私产。向南，爸拖累你了，要不是我总劝你忍，你也不会被他们压到今天。爸，不怪您，您忍是怕我没地方站，但现在我知道了，站不站得住，不靠族谱，靠我自己做出来的东西。明天第一批游客还来吗？来，他们不是冲祠堂来的，他们是冲清溪山谷、老匠人、民宿和认真接待来的。这村子不是破，是以前没人疼，以后咱们自己疼。他敢另起炉灶！林老板，这就是新线路。我们昨天看到你被宗族赶出去的视频，特意改签过来的。我们不是来给谁撑场子的，我们是觉得你做事靠谱，景区可以救，但人不能脏。你们放心，今天茶水免费，红薯干管够，咱清溪山谷不乱收费。林总，保险生效了，路线安全告知也挂好了，这一点你做得对。不管和宗族怎么闹，游客安全不能乱。
我和他们闹的是账，不能拿游客当筹码。大家看，这边是青溪山谷新线，原来那个林氏谷寨停了，但林老板这边接待没乱，有备案，有保险，有讲解，比昨天宗族那边靠谱多了。向南又满了，下午场也满了。通知大家，今天只接待预约游客，超出接待量的不接，咱们宁可少赚，也不能翻车。对，不能像耀祖那样啥都没准备就乱接。耀祖，今天咋没人了？我家民宿昨天推了3单，今天1单都没有。人都去山谷那边了，他们是被林向南骗了。等我把账号拿回来，人就都回来了。你拿啥拿？平台说账号属于南山文旅，你连后台都进不去。耀祖，你昨天不是说离了林向南照样赚钱吗？叔公，林向南就是故意把游客带走，他这是和宗族作对。那就想办法，不能让全村人看咱们笑话。他能做新线路，我就能抢新线路。山是清溪村的，他凭什么一个人用？梁总，你上次说想投资清溪村，还算数吗？别走啊，这里才是林氏古寨正界。林向南那个山谷是假的，他已经被宗族赶出去了。我们看过视频，他被赶出去是因为不交账号吧？你们昨天接待翻车还私收停车费，我们不想冒险。那都是误会，我们这才是祖宗留下的老街。祖宗留下老街不代表你会运营，我们花钱买服务，不是来看你讲族谱。一群外地人懂什么？耀祖，你别骂游客了，再骂真没人来了。你昨天说今天会爆满，我一大早蒸了50斤玉米，现在全凉了，凉了就明天卖。明天还有人吗？向南在的时候，他提前告诉我们准备多少，你除了喊宗族，你会干啥？你们现在都帮他说话，别忘了是我叔公把他从族谱里划掉的。划掉族谱能换游客吗？我家孩子学费还等着这摊子呢。你要是没本事，就别挡着向南赚钱。向南，我们能不能也加入新线路？我家老屋也能改民宿。我家有山货，能不能放你这边卖？哼，当初祠堂大会你们不是喊得挺凶吗？说向南吃独食，说他不认祖宗。现在没游客了，想起来找他了。想加入可以，但先说清楚，按合同来。谁出房子，谁出人工，谁出货，谁分对应的钱，不许临时涨价，不许宰客，不许私收费用。谁坏规矩，直接退出。行，我们签。还有一条，以后别拿宗族压人，在我这里，合同比备份管用。向南，之前是我们糊涂，我们以为景区火了谁都能管，现在才知道没有你真不行。不是没有我不行，是没有规矩不行。林总，林耀祖带了外地投资商去村委，说要接管整个清溪景区。大家都看见了，林向南一停接待，老街马上没游客，这种人不能再让他管景区。梁总愿意投资300万，帮我们统一运营清溪村。我做文旅20年，清溪村有潜力，但必须公司化管理。只要大家签授权，我保证1年内把清溪村做成县里第1景区。300万，那是不是马上能分钱？比跟着向南慢慢干强吧。林向南，你来晚了，宗族和村里已经决定引进梁总，以后清溪景区由万山文娱接管。谁决定的？村委会开过正式会议吗？村民代表投票了吗？每户授权签字了吗？林总，年轻人不要太较真，乡村项目最重要的是资源整合。你一个小公司吃不下整个清溪村，我吃不下，也轮不到你偷着吃。你说谁偷？这是清溪古寨商标注册，这是清溪山谷商标注册，这是南山文旅和3婶陈叔各合作户签的合同，这是县文旅备案。你们要接管清溪景区，可以，先告诉我。你们要接管的是哪一部分？老街房子不是你的，账号不是你的，商标不是你的，游客订单不是你的，你拿300万就想把别人签好的项目拿走。梁总，这不是投资，这是摘桃子。商标真在向南手里，那万山文旅拿什么运营？别到时候300万没拿到，还把合同弄丢了。商标是你注册了又怎么样？清溪村的山水老屋就是大家的，所以我才和每户签合同，谁愿意合作谁分红，谁不愿意我不碰。你呢？你问过哪一户愿不愿意把老屋交给梁万山吗？这上面3婶的签名是假的。这不是我签的，我连这份东西见都没见过。3婶，你是不是忘了？前几天我拿材料给你看过，你按过手印。你那天说是游客保险登记，我什么时候同意把我家民宿交给梁万山了？这上面也有我名字，我没签过。我也是，我们只是签过摊位登记。耀祖，你到底让我们签了啥？你拿我们的名字去卖景区？什么卖景区？我这是为了统一运营，你们懂什么？梁总来了，大家都有钱赚。这里写的很清楚，一旦签字，老屋、摊位、山货销售权全部交给万山文旅统一管理，合同期10年，前3年收益由万山文旅优先回本。也就是说，前3年赚了钱先给梁万山，你们不一定能拿到分红。耀祖，你这是把我们当傻子卖了。林总，话别说的这么难听，文旅投资本来就有回本周期，村民不懂，你是懂行的人，何必煽动情绪？我懂，
所以我更知道你这份合同不是投资，是把村民变成给你打工的房东。房子他们出，风险他们担，钱你先拿，出了事儿你还能说是村民自愿授权？林总，你这么挡路，不怕以后在县里做不下去？梁总，我就在县文旅局，你拿假签名做授权，还绕过本地运营方，这事儿我会正式记录。赵主任，你不能只听林向南的，他就是不想让我们赚钱。闭嘴！你拿我的名字卖我家的房子，现在还是为了我赚钱？今晚把原始签字表处理干净，不然你我都麻烦。只要这些东西没了，谁也证明不了我换了合同。找到了，梁总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不来，你能处理干净？刘桂花那几个老东西已经开始闹了，这些原始表一旦被赵晴拿到，我们的授权书全废。那我烧了。烧？你是不是蠢？烧了资料室，第一责任人就是你。拿走，找地方埋了，他们连原件都找不到。好啊，白天说是误会，晚上就来偷签字表。三婶，你听我解释。解释什么？这是我签的游客保险登记，不是卖房授权。你拿我的名字去骗合同，现在还想毁证据。林总，这可能是你们村内部管理混乱，我只是投资方，不参与这件事儿。梁总，刚才你说我们的授权书全废，我听见了，赵主任也听到了，我也录下来了，从你进门到现在，每一句都在。大家看清楚，这上面写的是游客保险登记，可他们拿这些签名做成了10年运营授权，你们签的是游客保险卖的堂位和山货收益。刘成，你真把我们签名换合同了？你这是骗自己人啊！我也是为了让大家赚钱。骗人签字叫赚钱？那你把你家小卖部也授权给梁总10年，收益先给他回本，你愿意吗？这些材料我明天正式提交县里调查。大家自己看，左边是你们当天签的表，右边是林耀祖和万山文旅拿出去谈合作的授权书，签名一样，内容不一样。这就是骗签名！我说我啥时候同意10年授权了？前3年收益先给他们回本，那我们赚什么？你们别被林向南带偏了。梁总投资300万是为了清溪村好，没有统一管理，咱们村永远做不大。多大？我家的房子给他管10年，钱给他回本，我还得自己打扫、自己做饭、自己接待，这叫做大，这叫我给他打工。各位乡亲，合同不是你们理解的那样，万山文旅先投钱，当然要先回本，等项目成熟，大家分的会更多。梁总说的这么好听，那我问你，合同第7条写的是什么？第7条，合作期内，村民不得自行经营民宿、摊位、农产品销售。违约者，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自己家的房子自己不能做主，自己种的红薯干自己不能卖，连三婶家的民宿都得听梁总安排。凭什么？我家的房子我自己不能住，不能卖。林耀祖，你到底收了他多少好处？我没收好处。没收好处？那你为什么背着大家换合同？为什么晚上偷签字表？为什么一口咬定要把清溪村交给万山文旅？林向南，你非要把事情闹这么难看？难看的不是我，是你们拿假签支卖村民的房子。说，梁万山到底给了你多少钱？什么钱？我1分钱没拿，我做这些都是为了宗族。那我们先不说梁万山，先说停车费。这是你私收停车费那天游客扫码付款记录，一共37辆车，每辆20，总共740块。700多块钱你也拿出来说，你是穷疯了吗？钱不大，问题是你说这钱是替村里收的，那我问你，这740块进了村账吗？村账上没有这笔。这只是那一天的，我查了游客投诉视频、停车照片、付款截图，从景区火起来到现在，你私下收停车费、摊位费，一共23680。2万多？你不是说替大家收着吗？我花在村里了。花在哪儿？修路了没有？修厕所了没有？买游客保险了没有？那钱去哪儿了？你还说向南吃独食，他每笔分账都给我们看，你收了2万多，连个本子都没有。我好歹姓林，我是宗族理事会的人，收点管理费怎么了？
你不是理事会，你是小偷，你偷的是游客的钱，砸的是全村的口碑。向南，停车费的事儿可以让药退出来，都是一必要把话说这么难听。叔公，我拿证据的时候，他偷钱的时候，你说是管理，你说我是难听，到底是钱难看，还是我说话难听？那50万定金，你也要说是管理费吗？我们还没拿到1分钱，你先拿50万！你拿我们的签名，卖我们的房子，钱进你自己口袋。这不是给我的，这是项目保证金，我先替宗族保管。那为什么没有进村集体账户？为什么没有通知村委？为什么合同上写的是你个人收款？林总，我再说一次，这是你们村内部问题，保神金只是意向款，还没有正式生效。意向款，你拿假授权书谈意向，你给林耀祖个人转50万，你准备锁村民10年运营权。梁总，你这个意向挺黑，年轻人说话要留余地。你们卖村民房子的时候，给他们留余地了吗？退钱，把50万交出来！贾先生的事儿也要说清楚。都别吵！向南，耀祖做事是有不妥，但他也是想把景区做大。50万让他退出来，签名的事儿就当误会。你再闹下去，丢的是整个林家的脸。我今天把话放这儿，50万必须退，假签名必须查，停车费必须公开。林向南，你非要逼死我是吧？林总，你不让我好好投资，那你这景区也别想好好开。不是我逼你，是你拿别人东西的时候，没想过自己会有今天。我真是为了村里，没有梁总投资，清溪村能做多大？林向南就是怕大家都赚钱，才故意拆我的台。你少把大家赚钱挂嘴边。三婶问你一句，50万到账那天你通知过谁？停车费收了2万多，你分过谁1块钱？我的名字被你拿去签10年授权，你问过我一句吗？我这把老骨头是向南请回来修老街木雕的，他给工钱，给材料钱，还说以后木雕体验的钱我拿70%。你们呢，老街塌了没人修，手艺快断了没人问，现在游客来了，你们做祠堂里要分钱，这不是宗族，这是伸手要饭。陈木生，你一个外姓人，少管我们林家的事儿。叔公，外姓人不能说话，那我这个姓林的能说吧？我今天把话放这儿，以后我家民宿只跟林向南的南山文旅合作，谁再拿宗族压我，我就把合同贴村口。哼！我家摊位也跟向南签，耀祖说统一管理，结果游客都没了，我不想再被他坑。我也签，我不是帮林向南，我是帮我自己。谁能让我家老吴赚钱，我就跟谁干。你们这群墙头草，昨天还听叔公的，今天就跟林向南跑了。他们不是跟我跑，他们是被你骗怕了。林耀祖，你把大家的信任卖了50万，现在没人信你，是你活该。梁总，你不是说有办法让景区开不下去吗？我答应你，弄垮林向南。胡说八道！昨天来的游客都夸咱们，哪有没人接待？这肯定是林耀祖找人干的。这些账号很新，很多没有真实消费记录，评论内容也重复，像批量刷的。他们抢不过，就往井里下药，这心也太黑了。先别急，把昨天所有真实游客的订单、保险、接待签到、退款记录整理出来，再把差评账号和实际订单对一遍，没有订单的标出来。向南，都这个时候了还查表啊？订单都退了，再不解释，游客全跑了。三婶儿，越急越不能乱说。他们要的就是让我情绪失控，跟网友吵。我一吵就变成景区老板骂游客，到时候有理也变没理。对，你要公开回应就拿证据回应，真实接待记录、退费规则、安全备案、卫生整改都摆出来，谁是真游客，谁是水军，一看就清楚。这人连地方都没搞清楚。清溪山谷的厕所是新修的，
他拍的是林氏古寨老街旧厕所，这差评是林耀祖那边拍的。我去找他。不用，他想让游客以为我们脏乱擦，那我们就让游客看见谁在认真做事，谁在泼脏水。今晚7点，我直播公开查账，查差评，查接待记录，不吵架，只摆证据。林向南，这次我看你怎么洗。大家好，我是林向南，今天不卖货，也不讲故事，就回应3件事：第一，清溪山谷有没有宰客；第二，差评是不是游客发的；第三，景区的钱到底进了谁的口袋？这是昨天清溪山谷真实预约订单，一共62人，每人门票68，含保险、讲解、茶点和木雕体验，没有强制消费，所有价格在预约页写清楚。这是今天刷差评的38个账号，其中32个没有预约记录，6个账号拍的是老街厕所，不是清溪山谷。我不是说不能批评，真游客说问题我改，没来过的人收钱骂我，我不认。我也说2句，我家民宿房子是我的，向南店钱修了一半，订单他接，卫生我做，1晚800，我拿520，他公司拿280，水电、平台、保险、推广都从他那边走。我不觉得他坑我，我觉得他让我家老屋活了。木雕体验1人30，我拿20，景区拿10，材料钱向南先垫，这账清楚。现在再说宗族那边，林耀祖私收停车费23680，林耀祖收凉白山项目定金50万，这些钱没有进村账，没有进合作户账，只进了林耀祖个人账户。耀祖，停车费2万多，你说替村里收着钱呢？50万定金，你说是项目保证金，为什么进你私人账户？你拿我们签保险的名字去签10年授权，这事儿你也得说清楚。你们别听林向南带节奏，他就是想把我搞臭。景区是大家的，我只是提前替大家谈投资。谈投资用得着伪造我签名，谈投资用得着半夜偷签字表，谈投资用得着把钱打你个人账户。林耀祖，你把我们当傻子，还想让我们替你说话？三婶儿，我真没想害你们。梁总说了，只要他接手，村里1年能赚几百万，我拿50万是先稳住他。那你不敢公开，为什么不进村账？为什么不让每户看合同？因为你心里清楚，那不是投资，那是梁万山买你的一笔钱。你们一直说我吃独食，可我的账三婶能看，陈叔能看，合作户能看，县里也能看。你的账呢？停车费呢？50万呢？梁万山给你的好处还有多少？还钱！公开账户，把假合同做都散了。林家的事在这里闹给外人看，像什么样子？叔公，又是这句话，一查到钱你就说家丑不可外扬。可这些钱不是林耀祖一个人的家事，是村民的房子，是游客的口碑，是清溪村未来的饭碗。今天我就问一句，到底是我在吃村子的血，还是林耀祖拿着宗族名义把全村卖给梁万山？这不是要我们的命吗？我家明天还有4间房，游客要是退了，我这菜都备好了。差评是假的，可平台一限流，真游客也看不见咱们了。投诉证据我已经整理了，但平台审核需要时间。现在最怕的是他们趁你账号被限流，再在线下做文章。梁万山不会只刷差评，他花钱买林耀祖，买假签名，又买水军，下一步一定会逼我停业。向南，不好了，山谷入口被人堵了，梁万山带人说要封山。他凭什么封山？走，看他拿什么封。我们预约了今天的线路，怎么突然不让进？各位游客，安全第一。清溪山谷还没有完成正规开发，存在滑坡、摔伤、迷路风险。为了大家安全，今天不建议入内。没错，林向南为了赚钱违规接待游客，你们要是出了事儿，他赔得起吗？梁总，这山谷线路有限文旅备案，游客保险已经购买，安全告知，限流接待，应急救援点都在这里。你说我违规，证据呢？林总，别逞强，你账号被投诉限流，说明游客已经不信任你。你现在最聪明的做法就是把运营权交出来，我来接手，平台投诉我处理，后续投资我来投，先刷差评再堵山路。梁总，你这是投资还是逼宫？哼，商场上谁有能力谁上，你守着一堆合同没用，游客怕出事儿，村民怕没钱，你撑不了多久。那就当着游客和村民说清楚，这条线备案在南山文旅名下，应急责任人是我，保险保单在这里，梁万山没有任何管理权，林耀祖更没有资格封山。
人家手续齐全啊。那这帮人堵路算什么？手续齐全又怎样？山是清溪村的，没有宗族同意，你就不能接待。宗族已经把我踢出去了，现在又想管我的项目。林耀祖，你们到底是不要我，还是离不开我赚钱？林总，你不肯停，我就让游客自己不敢进。这就是清溪山谷所谓网红线路，没有护栏，没有路牌，游客摔下去谁负责？这是你们景区的路，这种路谁敢走？这不是清溪山谷备案线路，这是山后荒路，已经封了。入口我上周就挂了禁止通行牌。哼，你说不是就不是，视频都拍出来了，山谷里就是有危险路段。林总，游客看的是结果，只要出了事儿，没人管你备案哪条路。所以我说，清溪山谷现在必须停业。你们这是故意找茬！三婶儿，话别说这么难听，我是在帮你们村避险。谁带他们去拍的？这条荒路平时没人知道，外人找不到入口。能带梁晚山去拍的，一定是村里人。林耀祖，是你吧？你少血口喷人！我只是提醒梁总注意安全隐患。提醒？那为什么禁止通行牌被拔了？为什么封路绳被剪了？为什么这条路昨晚刚被人踩开，今天视频就出来了？擅自拆除景区封闭标识，私自引导游客或拍摄进入危险路段，一旦出事要承担责任。哼，我又没带游客进去。好了，林总，安全隐患已经摆在这儿，你今天要么停业整改，要么签委托运营。万山文旅接手后，我可以替你压下投诉。你不是想要安全隐患吗？我现在就带游客走备办线路，全程直播，让大家看看真正的线路到底安不安全，也让大家看看你们拍的那条野路是谁故意拆封放出来的。我们愿意看直播。对，走正规线路，谁说谎一看就知道。有人在山小路卖票，说那边能看隐藏瀑布。谁干的？这路上周刚峰，向南说过不能走。我们刚交了钱，有人说这边能看未开发瀑布，比正规线路刺激。谁收的钱？一个年轻男的，说是宗族景区理事会的人。不是我只是让人看着点，不让游客进去。林耀祖，你最好现在把人叫回来，这不是乱收费这么简单，这是私自开放危险路段。所有游客退到安全区，赵主任报警叫救援，三婶拿急救包。林耀祖，你收钱的时候胆子那么大，现在出事了你躲什么？我没想到真会塌呀！你没想到，我封路牌上写了雨后塌方危险，你看不懂字吗？我动不了，我脚好像断了。向南，小心啊！别上来，这坡还会滑。听我说，你脚踝扭伤，别乱动，我先把你固定住，救援马上到。会不会掉下去？不会，我在这儿，你不会掉下去。向南！你受伤了？现点人数，游客一个都不能少。这个时候他还敢救人？各位都看见了，清溪山谷确实存在重大的安全隐患，林总强行营业才导致游客受伤，这件事南山云里必须负责。对，都是林向南管理不善，他要是早点把景区交给宗族和梁总，就不会出事儿。你还要脸吗？是你的人私自收钱开小路，
向南刚才是去救人，那条路也是清溪山谷里的路，他是负责人，出了事就是他的责任。我作证，我们进那条小路是有人收钱带进去的。那人说，正规线路没意思，隐藏瀑布才好看。我也录了视频，收款牌就在那儿，上面根本不是南山文旅的码。这条荒路上周已经由南山文旅封闭，封路照片、整改记录、禁止通行告知都在这里。今天封路绳被人为剪断，这才是事故原因。现在说清楚，是谁安排人在小路收钱？我不知道。备注写着耀祖哥安排，你还要说不知道？林耀祖，你为了赚钱真疯了！向南封了路，你还让人收钱进去？出了事你往他身上推！林总，现在争这个没意义，游客已经受伤，账号还在审核，你再撑下去，整个清溪项目都会黄。签委托，我帮你处理舆论和赔偿，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。梁总，出事后你第一句话不是问游客伤的重不重，不是赶路是谁开的，而是让我交运营权。你到底是来处理事故还是等着事故发生？今天这件事儿，我负责救人，也负责配合调查，该赔的南山文旅先垫，但谁私自开路，谁私自收费，谁想借事故夺权，一个都别想跑！医院传来消息，受伤游客家属已经赶到，点名要见林向南。谁是林向南？我是。我女儿来你们景区玩，现在躺在里面，你怎么保证安全的？大兄弟，你先别动手，向南刚才是上山救人的。救人是应该的，可我女儿要是落下残疾，你们谁负责？叔阿姨，我先说清楚，孩子在清溪村受伤，我不会躲。医药费、检查费、后续误工和护理，南山文旅先垫。但这件事是谁私自开路，谁私自收费，谁把禁止通行牌罚掉，也必须查清楚。查什么查？林向南就是负责人，游客出事当然找他，你们别被他骗了，他就是想把责任推给村里。林耀祖，你来的正好。游客进那条野路时，收款备注写着耀祖哥安排，你现在当着家属的面说，这钱是不是你让人收的？我不知道，谁知道哪个混蛋乱写备注？游客的付款截图。现场收款牌被剪断的封绳已经提交给派出所和文旅部门。林耀祖现在说不知道没有用，调查会查收款账户，也会查是谁安排人守路口。所以那条路不是正规线路，是有人私下收钱带我们孩子进去的。是正规线路，有备案，有保险，有限流。那条野路我上周已经封路绳，打着隐藏瀑布的名义私自收费。那我女儿现在怎么办？费用我已经垫了，不管最后责任怎么划分，我先保证孩子治疗不耽误。但我也请你们配合，把是谁收钱，谁带路说清楚。你们的孩子不能白受伤，真正开野路赚钱的人也不能躲在后面。骨头没断，是严重扭伤和软组织挫伤，需要休养。你救我女儿，我谢谢你，但这件事儿我要追责到底。我也要追责到底。林耀祖，警方马上到，你现在走就是逃避调查。真相浮现，暖心反转，坚守初心。总算有人说公道话了。昨天梁万山一张嘴就说向南违规营业，差点把屎盆子扣死。出事见人心，一个先救人，一个先夺权，游客眼睛不瞎。平台审核回复了，恶意差评和无订单投诉已经大部分撤销，账号限流今天中午解除。但事故调查期间，山谷线路需要临时调整。正规线路照开，山后荒路封死加监控警示牌。今天开合作互惠，重讲安全责任，私带野路直接清退。向南，我们之前跟着耀祖闹，是我们糊涂，想回来合作还行。先签安全承诺，把私收费用、私带游客的事说清楚。我不怕人犯错，就怕犯了错装无辜。我没带游客进野路，但收钱的是林耀祖的表弟，他说耀祖哥让开的这条路。记下来，这就是人证。你表弟私开野路，是不是你安排的？女孩差点出大事，你还想让李向南背锅？50万定金、停车费、假签名，现在又事故，你还要骗到什么时候？我说了，我不知道。你们现在都帮林向南说话，是不是忘了自己姓什么？我们没忘姓什么，是你忘了人该怎么做。你拿宗族当挡箭牌，干的全是私心的事儿。都别吵了，我要见向南。当初是你拿毛笔划掉人家名字，现在游客回来了，你又想让他回来。只要他肯回宗族，我可以亲自把名字写回去。叔公，爸，您坐着。
今天不是我们去祠堂，是他们来找我们。向南，前些天的事儿是族里处理的急了，你年轻说话冲，耀祖也不懂事，大家都是一家人，没必要闹到外人看笑话。叔公，您直接说来找我是想道歉，还是想让我恢复林氏古寨接待？都有。族谱的事儿，叔公也后悔。你只要愿意回来，我们今天就把你和你爸的名字写回去。写回去可以，但我有3个条件。你还提条件？第一，林耀祖私收停车费、摊位费全部公开，退给受害人。第二，50万定金和假签增授权交给县里调查，谁签的、谁收的、谁参与的，一个都不能少。第三，宗族景区理事会取消，以后清溪村文旅合作只认合同，不认辈分。向南，这是不是太硬了？你叔公都亲自来了，你也该给个台阶。我爸跪着求你们别划族谱时候，你们给过台阶吗？你们逼我交账号的时候给过台阶吗？游客出事，你们让林耀祖甩锅给我的时候给过台阶吗？叔公，您今天不是来认错的，您是看到游客回来了，订单回来了，钱又能赚了，所以您想把我写回族谱，让我继续替宗族赚钱。林向南，你真要把宗族的脸撕干净？不是我撕的，是你们拿假签名私收费，封山夺权，一点点撕烂的。我只是把烂账摆出来。叔公，族谱的事儿我以前看得重，可这一次我听向南的，名字写不写回去不重要，我儿子不能再给你们当垫脚石。叔公，不好了，林耀祖去村委资料室了。停车费记录、摊位费记录、授权签字表烧了，全烧了，没证据，他们拿我没办法。动作快点，村里这些账不能留，只要原始记录没了，林向南就只能靠嘴说，到时候我找律师，照样能把事压成村内纠纷。梁总，你说过会保我，前提是你别把我拖下水，把账烧干净，再把火引到线路老化上。记住，你今晚没来过。林耀祖，你刚才点火、通话、承认烧账，全部录下来了。你们怎么在这儿？因为你太好猜了，假签名暴露你偷签字表，停车费暴露你说没账，现在村里要查账，你不烧才奇怪。林耀祖，你是不是不把全村坑死不甘心？这些账里有多少人的摊位费、停车费、民宿登记？你烧了，大家的钱找谁要？我没有，我就是整理资料，这火是意外。整理资料要带打火机，整理资料要用铁盆，整理资料要梁万山教你引到线路老化上。耀祖，你真要烧账？不烧怎么办？你们一个个都怪我，可当初不是你让我成立理事会的吗？不是你说不能让李向南一个人管钱的吗？现在出事了，就都推我头上。大家听清楚了，今天烧的不是几本账，是你们这些天的摊位费、停车费、签字原件。如果今晚账真被烧了，林耀祖可以说没收过钱，梁万山可以说没参与假授权，最后吃亏的还是你们。报警！这事儿不能在组里私了。谁拿钱，谁坐牢。叔公，救我！我是你看着长大的呀！耀祖，这次叔公护不住你了。凭什么只抓我？成立宗族理事会是叔公点头的，梁万山进村也是叔公同意建的，你们不能让我一个人背锅！耀祖，你胡说什么？我让你管景区，没让你伪造签名，更没让你烧账本。你现在推干净了。当初你在祠堂说不能让林向南一个人管钱，你说景区赚钱了，宗族必须拿回来，我只是替你们去做。叔公，这事你也知道？你们开会的时候怎么不告诉我们合同有10年授权？林向南不交账号，你们就华人族谱；林耀祖拿50万，你们就说误会。资料是纵火未遂、伪造授权、私自收费，还有项目定金问题都需要调查。相关原始账本和录音录像我已经整理好。林耀祖，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。还有梁万山，是他让我烧账的，电话里他说的，他说烧了以后推成线路老化，你们抓他呀！赵主任，梁万山呢？他要跑，快点！合同原件、转账凭证、宣传方案全带走。明天以前，谁也别说我来过清溪村。梁总，林耀祖要是把您供出来怎么办？他收的是个人账户，假签名是他弄的，烧账也是他动手。
到时候我只说自己被村里骗了。梁总，这话你敢当着村民再说一遍吗？林向南，你什么意思？我只是正常离村，正常离村要连夜搬合同，正常离村要让助理说别说你来过。梁总，你不是投资方吗？怎么现在像逃跑？我不想跟你纠缠，清溪村内部一团乱，我撤出项目有问题吗？有问题，你涉嫌用假授权谈合作，给林耀峰个人转账50万，还参与诱导烧毁原始材料。调查没结束前，你不能带走这些资料。赵主任，你只是文旅口负责人，不是执法机关，你没权扣我的车。他不能扣，但村民可以作证，民警已经在来的路上。你现在走就是逃避调查。林向南，你真要把路走死，我在县里市里都有关系，你一个小公司，真以为能跟我斗？你有关系，我有证据。你拿钱买人，我拿账本说话。今晚你走不了。清溪村的项目是你们组长主动求我接手的，要查就从他开始查。第二天，梁万山被带走调查，林耀祖未归的消息传遍全村，宗族理事会成了所有人的话题。今天把大家叫来，是想把话说清楚。宗族理事会确实是我点头的，但假签名、收定金、烧账这些我不知道。哼，每次出事你都不知道，划族谱你知道，逼交账号你知道，分钱你知道，一到假合同你就不知道了。我承认我有错，我老了，想让宗族体面，想让清溪村的钱留在林家人手里，可我没想害大家。叔公，你不是第一次这么说了。当年我家东边那块地本来是我爹留下来的，你们说修祠堂路让我家让出来，我不愿意，你们就说我不顾宗族，最后地让了，路没修，林耀祖家在那儿盖了仓库。还有这事儿？东边那仓库不是族里批的吗？还有我家老屋，前年漏雨，我找族里借木料，你们说族里没钱，向南回来修民宿，你们又说老屋是林氏古寨资源。叔公，我想问一句，困难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林家人？赚钱的时候我们才是林家人吗？我以前总劝向南忍，我怕他被族里骂，怕他没根儿，怕我死了以后没人认他。可我现在看明白了，有些人认你不是因为血亲，是因为你还能被他们利用。向南以前软，爸总觉得低头就能过日子，可你说的对，他们要的不是我们低头，他们要的是我们一直跪着。我今天当着祖宗牌位说，我林大海不求把名字写回族谱，我只求把账查清楚，谁拿了大家的钱谁还，谁的假合同谁担责，谁想用宗族压我儿子，我第一个不答应。大海哥，这话说的像个爹。清溪村要是早点有人这么说，就不会被几个拿辈分压人的拖到今天。爸，谢谢你。该谢的是你，你把爸没敢说的话都说出来了。现在最重要的不是吵谁对谁错，而是把清溪村文旅项目从宗族私账里拨出来，村集体、合作户、南山文旅、游客责任都要重新厘清。那就开第二次大会，这一次不在祠堂里关起门说，就在村史广场，全村投票，全村看账。你这是要把宗族理事会彻底废了。今天开会只说3件事儿：第一，过去的钱；第二，以后的规矩；第三，清溪村到底谁说了算？过去3个月，南山文旅投入修路、民宿修缮、平台推广、保险和人工，一共47万6千，目前回款21万3千，也就是说，南山文旅还没回本。还没回本？我还以为向南已经赚翻了。赚钱的是我们这些合作户，我家民宿已经分了2万多，向南该拿的运营费他还垫在维修里呢。现在看第二笔账，林耀祖私收停车费、摊位费2万3680，梁万山项目定金50万，假签名授权涉及17户，这些账已经交给调查处理，谁违法谁负责，我不替任何人私了，谁拿钱谁还。现在说以后，我建议取消宗族景区理事会，成立清溪共富合作社，所有参与户按4类分红：第一，房屋和土地入股；第二，人工服务；第三，产品销售；第四，统一运营收益。每一笔收入进合作社公开账户，每月公示1次，不准个人私收，不准临时涨价，不准拿宗族名义抢合同。那我家只有山货，没民宿，也能分？能，你供货，你拿货款，卖得好，还有平台分成。我家老屋不想改民宿，只想种茶，行不行？行，没人逼你，合作是自愿，退出也按合同办。那宗族呢？祠堂、老街、林氏祖产，就一点话语权都没有？有，祠堂可以做村史馆，老街可以做文化线路，但宗族不能管钱，更不能拿族谱决定谁能赚钱，谁不能赚钱。
没有宗族，清溪村还是清溪村吗？没有宗族，清溪村还是清溪村；没有规矩，清溪村才会被卖掉。我支持合作社，我也支持。我不想再让谁用一句族规就把我家房子迁出去。超过2/3同意，合作社方案可以进入正式流程。原来他们真的不听祠堂了。向南，族谱的事儿是我做错了，我不该当众划掉你和你爸的名字，也不该让耀祖拿宗族名义逼你交账号，我老糊涂了。我总觉得清溪村姓林就该由林家说了算，可我没想到耀祖会把大家的签名拿去卖，也没想到梁万山是这种人。叔公，您不是没想到，您是以前不愿意想，只要钱看着能进宗族账，谁被压谁吃亏，您都装看不见。我今天把你们这一支写回去，以后你还是林家人，这件事儿就算过去吧。叔公，道歉我听见了，但这事儿不能这么翻篇。你还想怎么样？我一个族长当着全村给你认错还不够？够，因为您伤的不只是我和我爸的面子。如果今天只写族谱，不清账改规矩，明天还会有第二个林耀祖。对，不能光道歉，账还没清呢，以后谁管钱怎么分红都要写清楚。第一份，宗族理事会解散声明；第二份，林国旺作为原发起人配合调查说明；第三份，清溪共富合作社筹备承诺书。叔公，您要是真认错，就签这3份。你让我签这个，签了以后，我这个族长还有什么权？族长可以管祭祖，管修祠堂，管村史，但不能管景区的钱，不能管每户的合同，更不能一句不听族规就划别人族。叔公，签吧。以前我们都怕你，现在我们不想怕了，我们只想把日子过明白。这回才像真认错。您道歉我接受，但旧规矩我不接受。清溪景区不是谁家的私产，它是所有出力守规矩愿意把村子做好的人共同的饭碗。合作社流程我会协助推进，但后续每一笔账都必须公开。愿意按新规矩干的留下，还想靠辈分抢钱的现在就退出，我不拦。梁万山那边申请撤资脱责，还把所有责任推给了清溪村。梁万山那边提交了书面材料，他说万山文旅从未实际接管清溪项目，假签名、停车费、私开小路都是清溪村内部人员行为。他还说自己是被林耀祖和宗族理事会欺骗的受害方。他放屁！50万是他转的，合同是他拿来的，封山也是他带人来的，现在出事了，他说自己是受害方，这不就是把锅甩给咱们村吗？要是真让他说成了，游客以后还敢来清溪村吗？向南，这事儿还有办法吗？办法有，但先要说清楚。什么意思？你们看合同，甲方写的是清溪村宗族景区理事会，不是村委会，不是合作社，也不是南山文旅。这个理事会没有正式注册，没有公章备案，没有村民授权，也就是说他出了事儿就能说我是被一个不合法组织骗了。那我们不是被他坑了？对，林耀祖贪，叔公护短，梁万山就抓住这一点，他让你们以为他来送钱，实际上他把风险全写在你们头上。是我糊涂，我以为宗族理事会能压住你，没想到人家根本没把宗族当回事儿，他只是拿我们当工具。所以这件事不能按家丑处理。梁万山想把清溪村说成骗子村，我们就必须把证据拿全。转账记录、通话录音、假授权合同、封山视频、烧账电话录音，一件都不能少。这些材料如果串起来，梁万山很难脱罪，但还缺最关键的一环，证明他明知道授权是假的，却还继续推动接管。这咋证明？找林耀祖，现在只有他知道梁万山到底怎么教他做假授权。林耀祖，假授权合同是谁让你做的？50万定金是不是梁万山转给你的？你是来看我笑话的？我没空来看你的笑话，我来是告诉你，梁万山已经把所有罪责全都甩到你身上了。他上面写的明明白白，假签名是你伪造的，50万是你主动索要的，封山、安全事故都是你们村子内部矛盾，万山文旅只是被你欺骗的投资方。他胡说！假授权合同是他的律师修改出来的。他说村民不懂合同，只要拿到村民签名就行。50万也是他提前打给我个人账户，发进你林向南查到。你手里有证据吗？有，我手机里存着我们全部聊天记录，还有一段录音。
录音里上叫我哄骗村民不懂文书上，让我先让正式接管村子，村民就算发现问题再来闹事也来不及。那你明明清楚全部内情，为什么还要照他说的做？我嫉妒你，你一个被划入族府的人，反倒能吸引大批游客跟着你，我心里实在不甘心。梁万山跟我说，只要我把你赶出清溪村，往后整个清溪景区就由我说了算。他许诺我能拿项目分红，当上景区总经理，把你狠狠踩回泥里。所以就为了打压我，你把全村人的房子、赖以生存的饭碗全都压了进去。我知道我错了，但梁万山他也别想脱身。说了，聊天记录和录音他全都交出来了。梁万山从头到尾都清楚授权合同是伪造的，还是他手把手教林耀祖骗取村民签名。这个姓梁的心也太黑了，他根本就把我们全村人当傻子耍。这件事儿咱们必须告到底。向南是叔叔害了村人，当初我们给他弄了300万，一心想着压你一头，也不会把梁万山惹出这么大的祸来。叔公，现在说后悔的话没有用处，想要补救就要拿出实际态度。你是宗族公开会发起人，承认理事会宗当初没有经过全体村民合法授权，但村民梁万绕逼迫我交出运营账号，目的是要抢夺景区接管权。叔公，都到这时候了，你还是想着保全自己的脸面，声称是咱们全村合伙欺骗的投资。我说，这一次我不再护短。今天这会不讲谁辈分高，只讲谁出力，谁守规矩，谁该分多少钱。第一类，房屋入股，谁家老屋改民宿，房主拿大头。第二类，人工服务，按工计酬。第三类，产品销售，谁供货谁拿货款。第四类，统一运营收益，平台推广线路维护从这部分走。每月1号公示，谁有意见当场查账。我支持。以前我家民宿赚钱，别人眼红，现在写的清清楚楚。我拿房屋和服务的钱，向南拿运营的钱，谁再说我吃独食，我拿表给他看。我这个外姓人能不能进？能。清溪村景区不是只做林家的生意，陈叔修木雕带体验当然能进。以后合作社按贡献，不按姓氏。合作社成立后，所有项目要走公开账户，个人不得私收停车费、摊位费、也线路费用，谁私收谁退出，造成事故的依法追责。同意。我明白，我老了也该学着按规矩办事。从今天起，清溪村不靠谁一句话分钱，靠合同，靠账，靠每个人出的力，这才是能走远的景区。合作社一成立，以后我们这些老辈子1分钱便宜都占不到了。进老街，每人10块祠堂维护费。老街是林家祖宗留下的，交点香火钱应该的。平台票里不是包括老街参观吗？怎么又临时收费？你们干什么？合作社刚说过不准私收费用。哼，我们收的是祠堂维护费，不是景区费。那我们老辈子以后靠什么？再说了，我们是长辈，收点钱修祠堂怎么了？修祠堂的钱，合作费会单独列预算。你们现在私下收，不就是换个名字继续要钱？刘桂花，你别以为跟着林向阳赚了几个钱就能骑到长辈头上。没宗族哪来的老街？没老街，你家民宿赚什么钱？把桌子撤了。呵呵，林向南，你管的也太宽了。我们几个老辈子给祠堂收点维护费，你也不让，你是不是真要断了林家香火？各位先不用交钱，清溪景区所有收费项目，平台和现场公示为准，任何人临时拦路收费都不是合作社行为。这话听着轻。想修祠堂，可以提预算，合作社开会，大家投票。钱进公开账户，花一笔公示一笔，但你们拦游客收现金，不行。我们都是你长辈，长辈不是收费许可证，辈分也不是收款码。你们今天收这10块，明天游客就会说清溪村又乱收费。林耀祖刚把村子名声砸过一次，你们还想再砸一次？合作社才刚成立，你们就想钻空子？游客好不容易回来了，别又被你们吓跑。还长辈呢，长辈就该带头守规矩。好啊，林向南，你现在真是村霸了。谁不听你，你就不给人活路。我不给你们的不是活路，是不劳而获的路。你们要赚钱，合作社有岗位，扫街、讲解、修缮、巡逻都能拿工钱，但想靠一张老脸伸手收钱，没门儿。
合作社还得再加一条规矩，谁私收费用，永久退出分红名单。今天补充合作社章程，不是谁说了算。新规矩草案，全村投票。投什么票？我们几个老辈子为了祠堂收点维护费，也要被赶出分红。林向南，你现在是真把自己当村长了？我不是村长，所以才让大家投票。今天这条规矩很简单，任何人私收游客费用，第一次退钱赔礼，第二次暂停合作，第三次永久退出分红名单。那我们老辈子以后靠什么？难道让我们去扫街当保安？扫街咋了？我还天天给游客换床单呢。想拿钱就干活，想收钱就滚蛋。这村子被你们坐着收钱害得还不够吗？我支持，游客刚回来，不能再乱收费了。我也支持，上次停车费害得咱们被骂了好几天。私收费的人就该退出，要不然守规矩的人吃亏，不守规矩的人占便宜。叔公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以前林家的事儿哪轮得到这些小辈投票？以前是以前，以前我一句话，耀祖就敢拿宗族名义收钱；以前我一句话，向南和大海就被划出族谱。以前的规矩已经害过清溪村一次了。你们要是真为祠堂，就走合作社公开预算；要是真想赚钱，就去申请岗位，别再拿辈分要钱，辈分再高也不能伸手抢游客。同意新增私收费惩罚条款的投同意票，同意票87票，反对票6票，条款通过。从今天起，清溪村所有收费公开，谁再背着大家收钱，不是得罪我，是砸全村饭碗。行，明面上收不了钱，那我看你重新开园那天能不能安安稳稳开下去。这次价格写的挺清楚，停车也免费2小时，超过才收费，比之前那个乱收费好多了。大家放心买，牌子上多少钱就是多少钱，谁敢多收1块，你们直接找林向南投诉，他不处理，我替你们骂他。慢点儿，刀口朝外。这不是买个纪念品，这是把清溪村带回家。今天接待量控制的不错，没有超卖，没有野路线，没有临时加价。你这套规矩能跑起来，清溪村后面就稳了。还早，大家以前习惯了听组里一句话，现在要学会看合同、看价目表、看公式，这比修路难。但你已经修开第1段了。我这边有内部线路，不走平台，1人50，带你们去老祠堂后院，那里平时不开放。不是说所有项目都公示吗？公示的是外人价，我这是本地人带路，绝对值。谁让你带内部线路的？我就是赚点辛苦钱，又没抢谁的。清溪村没有内部线路，游客不用交这笔钱。刚才谁收的？立刻退！我还没收呢。那就记第1次违规，你家摊位暂停1天。凭什么？我家也签了合作社。签了合作社就更要守规矩。你今天50块私带路，明天游客摔了谁负责？你拿钱的时候说自己本地人，出事的时候又要说景区负责人是我，这锅我不背。这个景区老板真敢管，自己家里人违规也不护短。当天晚上，清溪村登上县文旅热榜，标题是从公族夺权到共富合作，清溪村重新开园爆满。向南，你真要把祠堂改成村史馆？不是改掉祠堂，是让祠堂多一层用处。以前这里关门开会，谁辈分高谁说话大声。以后这里对游客开放，讲清溪村怎么从破村子走到今天。祖宗牌位也给游客看。叔公，祖宗不怕人看，怕的是后人拿他们当刀，让游客知道清溪村的来处，不丢人。这是我家民宿改造前后的照片，漏雨的屋顶修好的房间，还有第1晚游客住进来的收据都放上去。这是老街拆下来的烂木窗，这是我修好的木雕样板，让游客看看，老东西不是靠嘴保护的，得有人出钱，有人出力，有人一点一点修回来。这也要写进去？要写。清溪村不是一开始就好的，我们犯过错，被人骗过，也被宗族压过，这些都写上，后来的人才知道规矩是怎么来的。这张也放上吧，让人知道我们这一支也在清溪村扎过根，哪怕名字被划过，也没真离开过。好，以前族谱上只有男丁的字，女人做再多活也不写，外姓人出了力也不写。现在这板上刘桂花、陈木生、赵晴都有名字，因为他们都为清溪村出过力，还该写谁把路修了不到了，谁把游客救了，谁把钱算清楚了。向南，这件事你做得比我好。不是我比您好，是旧规矩该换了。
这里最打动我的，不是古村有多美，而是他们敢把自己犯过的错也写出来。向南，今天游客在，村民也在，我想把话说完。以前我总觉得清溪村是林家的，林家的事儿就该在祠堂里说，谁不听族长的，就是不认祖宗。所以我逼向南交账号，逼他交收款码，最后还把他和大海从族谱上划掉。大海，这件事儿不对不起，我是护自己的脸，护耀祖的错，护那点不肯放手的权。叔公，过去的事儿我不想再提了，我只希望以后别再有人因为族谱被逼低头。向南，我也对不起你。你修路的时候我没帮，你退钱陪游客的时候我没帮，你救游客的时候我还差点听要的话让你背锅，可最后是你保住了清溪村，名字我写回来了，但我知道这不是补偿。我今天不是让你回宗族替我撑脸，我是告诉大家，从今天起，族谱不再是压人的东西，谁要再拿族谱逼人交钱、交房、交合同，我第一个不答应。叔公，道歉我接受，但我也把话说清楚，我不会让清溪村回到以前。宗族可以有，祠堂可以修，祖宗可以拜，但景区的钱、合作户的合同、村民的房子，谁都不能再拿辈分来管。我同意。这名字起得好，以后谁想再拿旧规矩压人，就带他来看这页。清溪村入选县级乡村文旅示范点，明天记者要来采访你。林总，清溪从一个破落村子做到县级示范片，最大的变化是什么？不是游客多了，也不是钱多了，是大家终于知道，村子要想走远，不能靠谁拍桌子，不能靠谁辈分高，要靠规矩，靠合同，靠每个人真出力。听说您之前被宗族从族谱里划掉，后来又被写回去了，那您现在算是重新回归宗族了吗？我从来没离开过清溪，我离开的是那套谁辈分高谁就能抢钱的规矩，我回来的是家，不是他们嘴里的宗族。这话说得对，清溪村是大家的家，不是谁家的钱袋子。这页族谱为什么放这里？因为它提醒我们，一个村子可以有祖宗、有祠堂、有老规矩，但不能让老规矩压死人。谁出力谁分红，谁守规矩谁留下，谁想伸手抢，就算姓林也不行。以前我总觉得族谱就是根，现在我明白了，根不是拿来绑人的，根是让人知道自己从哪来，但不能拦着人往前走。叔公，你这话要是早几年说，我家也不用低头那么多年。清溪村才刚开始，但总比一辈子不行强。今天游客接待量360人，零投诉。合作社第一笔公开分红，下周可以发。好，我就等着拿分红修2楼客房呢。我想收2个徒弟，雕这手艺不能断在我这代。向南，你真把这个村子救活了。不是我一个人救活的，是大家终于不再被一句族里说了算吓住了。以后清溪村不靠谁赏饭吃，也不靠谁一句话定生死，这路是大家自己修出来的，谁想把它再变成丝路，我第一个不答应。